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科普节目。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夏天家家户户几乎都会煮的东西——绿豆汤。我知道，一到夏天，厨房里总少不了一锅绿豆汤。有的人家喜欢加糖水喝凉的，有的人会加海带一起煮，还有人会加一点陈皮增加香气。可以说，绿豆汤是咱们从小喝到大的消暑经典。但是您可能没想到，就是这样一碗清甜解渴的绿豆汤，喝错了，真的会要人命。就在去年夏天，有一位60多岁的高血压患者，因为天气实在太热，他就想靠喝绿豆汤来消暑。他每天喝大约1500毫升的绿豆汤，也就是大概3大碗的量，一连喝了3天。您猜怎么了？到了第3天，他突然剧烈头痛，开始呕吐，接着就昏迷过去了。家人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急诊，一检查确诊是脑出血，直接送进了加护病房。听众朋友，您没听错，脑出血加护病房，一碗绿豆汤怎么就能喝出这么严重的后果？还有一件事也要提醒大家，去年夏天还有一位萧姓男子的真实案例，他也是因为天气太热，口渴难耐，把绿豆汤当水喝，喝完之后整个人喘不过气，全身冒冷汗，送到医院才发现是低钠血症。医生当场就警告说，绿豆汤的钾离子含量高，喝多了会引发电解质紊乱，严重的甚至会心跳停止。这2个例子告诉我们，绿豆汤绝对不是随便喝就没事的，尤其是夏天又湿又热，很多人喜欢绿豆汤消暑，但如果不了解自己的体质和禁忌，这一碗消暑汤很可能就变成了伤身汤。好，接下来就给大家好好讲讲这绿豆汤到底是怎么闯祸的。先来说第一个案例，那位高血压的大哥为什么会出现脑出血？医生解释说，问题出在他正在吃降压药，而绿豆汤和降压药之间产生了冲突。具体来说，绿豆里面含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，这种蛋白质容易和降压药里的成分绑在一起，导致药物不能被肠胃好好吸收，药效就会打折扣。同时呢，绿豆本身有利尿的作用，您喝了绿豆汤之后，小便次数增加了，药物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，就被加速排出体外了。您想想看，这位患者每天喝1500毫升，相当于一直在不停地稀释降压药的药效，血压就像脱了缰的野马一样猛地往上飙，最终脑血管承受不住压力，就破裂了。再来说第2个案例，那位肖先生为什么会低钠血症？这个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听说，绿豆汤的钾离子含量比较高，如果短时间内大量饮用，体内的钾升高，钠降低，电解质就失衡了。这时候身体会出现什么信号呢？肌肉抽筋，头晕乏力，恶心想吐，严重的话甚至会昏迷，心跳骤停。所以说啊，绿豆汤虽然是个好东西，但它和某些药物处不来，喝多了还会搞乱身体的电解质平衡。如果您或者您家里有人在吃降压药、降糖药、心脏药或者肾脏病相关的药物，那您可千万要注意这碗汤的分量。说完了这些吓人的真实案例，咱们再来说说绿豆汤本身。听众朋友，一到夏天，这天气热得不得了，咱们几乎家家都会煮绿豆汤。清热解暑、利尿消肿，从老祖宗那一代传下来，绿豆汤就一直是咱中国人夏天最爱的消暑良方。但是很多人喝绿豆汤的方式其实都是错的。有些人把绿豆汤当白开水喝，天天喝，顿顿喝；有些人觉得冰镇的绿豆汤才过瘾，从冰箱拿出来一口气干完一整碗；还有些人随便拿个铁锅就开始煮绿豆汤。这些看起来再平常不过的小习惯，其实都在悄悄伤害您的身体。夏天的湿热交加，如果绿豆汤喝得不对，不但不能消暑，反而会让您体内的湿气更重，脾胃更差，严重的甚至会像前面那2个案例一样，把自己送进医院。那么，到底哪些人不宜喝绿豆汤？喝绿豆汤有哪些注意事项？怎么煮才能既好喝又养生？这就带您详细了解。咱们先来说说哪些人要管住自己的嘴巴，少喝甚至不喝绿豆汤。给大家盘点4大类。第一类，脾胃虚寒、体质偏冷的人，绿豆性味甘寒，本身就是偏寒凉的食物。如果您平时容易手脚冰冷、怕冷怕风，肠胃敏感，一吃生冷就容易拉肚子，舌苔白白的，
那就说明您的体质属于寒凉型。这样的人喝了绿豆汤，等于寒上加寒，会加重体内的寒气，很容易出现腹泻、胃痛，甚至导致脱水。很多老人家脾胃功能随着年龄下降，喝绿豆汤的时候千万要小心。如果实在想喝，建议您加2片生姜一起煮。生姜是温性的，可以中和绿豆的寒性。第二类，正在服药的人，特别是吃降压药、降糖药、抗凝药和心脏药物的慢性病患者。刚刚那个脑出血的真实案例，就是血的教训。绿豆汤中的蛋白质和药物成分会发生相互作用，影响药物吸收。同时，绿豆的利尿作用还会加速药物排出，让药效大打折扣。专家明确建议，服用这些慢性病药物的人应该避免大量饮用绿豆汤。如果实在想喝绿豆汤和服药的时间至少隔开2个小时以上，而且每天1小碗就够，绝对不能当水喝。另外，如果您正在服用中医师开的温补性中药，比如人参、黄芪、当归、十全大补汤之类，绿豆汤的寒性也会抵消药效，等于白吃了。第三类，月经期的女性朋友，各位姐妹请注意，每个月那几天身体处于比较虚弱、气血亏虚的状态。绿豆性寒，如果在经期喝绿豆汤，尤其是在前3天，很容易造成气滞血瘀，导致痛经加重或者月经不顺。所以提醒各位姐妹，特殊时期就先忍一忍，不喝绿豆汤，改喝一点暖暖的黑糖姜茶，对身体更好。另外，孕妇也要特别小心，如果体质偏寒，绿豆汤也要少碰为妙。第四类，肾功能不全的患者，还有痛风急性发作期的朋友，肾脏功能不好的朋友，肾脏代谢能力下降，绿豆里面的蛋白质、钾离子磷都需要经过肾脏排泄，喝多了绿豆汤会加重肾脏的负担，甚至诱发高钾血症，非常危险。而痛风正在发作的朋友也要注意，绿豆属于中等嘌呤含量的食物，喝了可能让尿酸飙升，加重关节的红肿热痛。这2类人群，强烈建议先咨询您的医生，不要自己想吃就吃。说完了哪些人不适合喝，再来说说绿豆汤最常见的6种错误喝法，您自己对照看看。中了几个误区：1，冰镇绿豆汤喝得透心凉，伤身也最深，夏天热得要命。很多人喜欢把绿豆汤放进冰箱冰镇，甚至有的人会加冰块进去，喝起来透心凉，觉得这样才过瘾。但要告诉您，冰镇绿豆汤其实是最伤身的喝法。绿豆本身已经性寒了，再一冰镇，那就是寒上加寒，直接冲击肠胃，很容易出现胃痉挛、腹痛、腹泻。尤其是老人、小孩和肠胃敏感的人，千万别这么喝。绿豆汤放凉到室温，温温的喝，解暑效果反而最好，还不伤胃。老一辈常说凉茶要温着喝，其实绿豆汤也一样。误区2，把绿豆汤当白开水喝，天天喝，顿顿喝。有些听众觉得绿豆汤好喝又有益，一煮就是一大锅，全家当茶水喝，这真的不行。绿豆中含有一种叫做低聚糖的成分，喝多了容易胀气，而且绿豆本身不太容易消化，天天喝会损伤脾胃功能。根据《本草纲目》的说法，绿豆虽然是解暑佳品，但过量反而会踢气，也就是让人胸口闷、肚子胀。成年人的建议是1周喝2到3次就够了，每次不超过1小碗，这样既能消暑又不伤身。误区3，用铁锅煮绿豆汤。很多家庭厨房里都有铁锅，觉得铁锅炒菜香，但煮绿豆汤千万别用铁锅。绿豆皮里面含有一种叫做类黄酮的物质，它会和铁锅的铁离子发生化学反应，生成深色的复合物，让绿豆汤变黑变红。喝了之后可能引起肠胃不适，而且铁锅还会破坏绿豆的抗氧化成分。建议您用砂锅、不锈钢锅或者陶瓷锅来煮绿豆汤，效果最好，汤色也最漂亮。误区4，煮绿豆汤加食用碱，觉得这样更快煮烂。有些人为了让绿豆汤煮得更快更软烂，喜欢加一点点食用碱，千万别这么做。绿豆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 族，这个维生素对夏天流汗多、
体力消耗大的人来说特别重要。但是加了碱之后，维生素 B 族就会被完全破坏掉，整锅绿豆汤的营养价值大打折扣。那想要煮出又软又烂的绿豆怎么办呢？教您一招，绿豆洗干净之后，加水放进冰箱冷冻室冻1晚上，第二天直接拿出来煮，10分钟就开花了，又快又营养。误区5：空腹喝绿豆汤。有些人早上起来觉得没胃口，想喝碗绿豆汤开开胃，或者饿了先喝一碗填填肚子，这也不行。绿豆性寒，空腹喝对脾胃的刺激非常大，尤其是脾胃虚寒的人，空腹喝下去，马上就会觉得胃里不舒服，严重的还会引起慢性胃炎。所以很多老人家说的绿豆汤不能空腹吃是有道理的。绿豆汤最好在饭后喝，当餐后甜品，这样既不伤胃，又能帮助消化。误区6：不管什么情况都把绿豆煮得稀巴烂，以为越烂越好。其实绿豆汤煮多长时间，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如果您想解暑，那就把绿豆洗干净，水烧开后放进去，大火煮个8到10分钟就关火。这时候的汤是碧绿澄清的，解暑效果最好，而且不伤脾胃。如果想清热解毒，那就把绿豆煮烂，煮开花。这时候汤虽然变色了，但清热解毒的作用是最强的。所以送您一句好记的话：解暑喝清汤，解毒喝烂豆。夏天煮绿豆汤，煮到刚刚开花就可以了，既能解暑，又不会太寒。好，接下来要解答一个很多人都好奇的问题，也是大家经常问的问题：为什么有时候煮出来的绿豆汤是碧绿色的，有时候煮出来却是红褐色的？这2种汤到底哪个比较好？其实啊，这和您煮绿豆汤用的水质有非常大的关系。绿豆皮里面富含一种叫做多酚类的物质，这些物质在碱性环境下会发生氧化，变成红褐色。有些地区的自来水偏碱性，煮出来的绿豆汤就容易偏红，而用纯净水、RO、逆渗透水或者偏酸性的水来煮，就容易保持漂亮的碧绿色。绿色绿豆汤含有更多的抗氧化成分，解暑效果略胜一筹。但如果汤变成红色的，也不要担心，它并没有毒，只是抗氧化成分因为氧化而减少了，大部分营养成分还是在的，照样可以喝。教您3个小妙招，让您也能煮出碧绿的绿豆汤。第一，用纯净水或者 RO 水来煮。第二，煮的时候往水里滴几滴柠檬汁或者白醋，调成微酸性。第三，用锅盖紧了煮，减少绿豆汤接触空气，也能保持绿色。另外还要提醒您一点，夏天高温潮湿，绿豆汤放久了很容易坏。煮好的绿豆汤如果一次喝不完，要马上放进冰箱冷藏，而且最好在24小时内喝完。如果发现绿豆汤喝起来有酸味或者怪味，那就不要再喝了，赶紧倒掉，吃坏肚子可不划算。说完了这么多该注意的地方，再给大家分享3个很实用的绿豆汤吃法。场景1：夏天又湿又热，怎么煮才不生湿、不伤胃？如果您平常脾胃比较弱，但又想在夏天喝绿豆汤解暑，推荐一个2段煮法，这也是很多养生达人推荐的方法。第一段，先把绿豆洗干净，水烧开后放入绿豆，大火煮5分钟，马上关火，倒出上面那层碧绿色的绿豆水单独喝，这层水叫绿豆清汤，解暑效果最好，而且因为没吃到豆子，不容易胀肚子，不会伤脾胃。第二段，锅里剩下的绿豆再加点水继续煮到软烂开花，可以当杂粮粥吃，补充蛋白质和膳食纤维，这样分开来吃，既解暑又养生，两全其美。场景2，想喝绿豆汤又怕太寒凉，肠胃敏感的人怎么办？很多人是冷底体质，喝了绿豆汤容易拉肚子，没关系，有3种中和寒性的好办法。第一个办法，煮绿豆汤的时候，切2-3片生姜一起放进去煮。生姜是温性的，可以中和绿豆的寒性，温中散寒，不容易伤脾胃。老一辈的人很多都懂这个道理。第二个办法，煮3豆汤，绿豆、赤小豆、黑豆各抓1把，3种豆子一起煮。中医讲3豆相配，寒热平调，这样煮出来的汤既解暑又不寒，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。第3个办法，在绿豆汤里加1小片陈皮，很多中药行或者杂货店都有卖陈皮，
陈皮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，和绿豆一起煮，不仅可以中和寒性，还能让汤多一股清香，特别好喝。场景3，夏天流汗多，只喝绿豆汤不够怎么办？夏天热得不要不要的，很多人一出门就满身大汗。如果您流汗特别多，光喝绿豆汤反而可能出现前面提到的低钠血症。这时候建议您，绿豆汤煮好之后可以加一小撮盐，盐里面的钠离子可以补充您出汗流失的电解质，防止肌肉抽筋和头晕乏力。但是注意，盐只能加一点点，大概手指捏一撮就够了，加多了反而不好喝，还会破坏绿豆里的水溶性维生素。另外，如果您吃的是比较清淡的养生餐，比如只吃烫青菜，喝绿豆汤，不碰油盐，那就要特别小心低钠血症。如果出现头晕、乏力、肌肉抽筋的情况，就要马上停止喝绿豆汤，喝一点淡盐水，严重的话要赶紧去医院。好了，今天的绿豆汤养生小课堂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。最后再啰嗦一句，绿豆汤虽然是我们从小喝到大的消暑良品，但任何食物，再好的东西，都要讲究因人而异，适可而止。绿豆汤虽好，但您要看自己是什么体质，有没有在吃药，现在是什么身体状况，不能盲目跟风。咱们老一辈常讲食补要看体质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听完节目的您，如果也有关于绿豆汤的独家煮法，或者自己或家人有过什么踩坑的经历，欢迎在节目下方的评论区留言，让更多乡亲父老一起避开这些健康上的坑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，也记得点个赞，把这条内容转发给您身边爱吃绿豆汤的亲朋好友，特别是那些家里有长辈在吃慢性病药物的朋友，他们最需要知道这些知识。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妙招，请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科普节目，每天带您了解一个健康常识，带您和您的家人一起远离疾病，健康长寿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，感谢各位朋友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